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九。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滑盖全面屏专题。但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手上呢就是小米 Mix 3跟这个荣耀的 Magic 2，至于今年的另外一个滑盖全面屏这个联想 Z5P， 我们是通过各种渠道抢了好多次啊，实在是没有买到那些机器，所以说就不管它了。今天就是这两台机器的详细全面测评。2018年呢可以说是全面屏爆发的一年啊，在这一年中呢，大家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各家厂商为了解决人们日益追求的屏占比需求，什么样的黑科技全都给大家来了。不过各种各样的设计都是在没法隐藏前置摄像头的情况下，一个半妥协过渡性的产品吧。虽然说都是过渡性的产品，但是大家今天也应该发现了啊，今年的国产机市场不同以往，在外观设计上感觉似乎回到了之前功能机的时态啊。各种百花齐放，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方案都敢给你尝试一下，这也是我们这些测评人特别想看到的一个画面。OK， 至于谁好看谁不好看，咱们就不去纠结了。这个滑盖全屏好不好用才是王道，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滑盖全屏专题马上开始。小白优品品质二手商城，3天物流退货，180天保修，更多热门机型及官方原厂配件折扣低价，赶紧扫码查看。小白优品只为价值买单。毕竟都是追求正面屏占比的全面屏设计，所以前面已经很难做出什么差异化了。两款手机也确实很难通过正面一眼分辨。不过正是得益于隐藏了前置摄像头，高屏占比看起来确实更爽一些。Mix 3传承了 Mix 系列以往的陶瓷设计，但是这一次并没有采用完整的陶瓷机身，而是金属边框加上陶瓷背板的思路。摄像头自然还是小米今年的强行数值双摄，咱们就不说什么了。而 Magic 2除了渐变颜色挺好看，别的也没啥特别创新。后面和 P20 Pro 一样，数字3摄。当然了，外观不重要，滑盖才是这两款手机最大的亮点。虽然说是滑盖的设计有那么点复古的感觉，但是相比于 Find X 和 Nex 上相对复杂并且占用空间不小的电子机械结构上更加简单的滑盖，在理论上拥有更长的寿命，对于一些磕碰可能出现的结构变化也有更高的容错率。这也许就是 Mix 3和 Magic 2选择滑盖而放弃了升降模组的原因吧。括弧其实应该是因为价钱。当然，对于一体化来说，依旧有着损坏的风险，就比如说防水就没法实现了。虽然都是滑盖，但是 Mix 3和 Magic 2选择了不同的解决方案。Mix 3选择了乳铁硼永磁铁，通过磁铁同性相斥的原理来实现滑盖的段落感，而 Magic 2是通过传统滑轨的结构来实现滑盖的段落感。而这种方式使用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磨损，导致手感变差的问题。考虑到日常使用中，滑盖确实能够解决人类有时候手贱想要摆弄东西的问题，无聊想要减压的时候滑那么几下还是常有的事儿，所以滑盖的寿命无疑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而磁动力的结构自然会比普通结构来得更加持久耐用，官方声称有30万次。不过滑盖这东西肯定还是要讲手感的。Mix 3的结构虽然更加耐用，但是手感上会更加偏硬。括弧我个人喜欢硬的。对于推动力度有一些要求，虽然滑动段落感的瞬间，这种弹滑的感觉还是很带劲儿的，但是你手上要是有油或者说有手汗，想要推动这个滑盖多半会打滑。不过官方或许给你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小米官方发售的手机膜上并没有疏油层，确实是解决了手上油大不好划开的问题。而 Magic 2所需的力量就要小了不少，滑动起来也更轻松，但是手感上有些偏肉偏软，并没有像 Mix 3那样来的干净利落，但也算是质感不错的。对于大多数极客男生来说，隐藏这个摄像头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因为咱们这些钢铁直男可能1个星期都不会用一次前置镜头。而滑盖除了能够直接启动相机，别的功能上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一些。Mix 3这次表现更出色一些，支持滑动的工具抽屉或者手动设置指定的 APP 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个人非常喜欢使用应用抽屉，快捷的支付和扫码功能也非常实用。同时 Mix 3的滑盖还支持在指定场景下开启工具箱，比如游戏时候的游戏工具箱，可以方便的进行录屏或者截屏的操作。相比之下 Magic 2就没什么太多选择了，只有选择开启相机或者开启语音助手，确实简陋了不少。哦对了， Mix 3的滑动音效还是一个挺好玩的功能，只不过目前还不支持手动设置音效，是个不小的遗憾。我们也希望小米在之后开放这个功能，开放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滑盖设置成这个音效了。 Are you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这次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议问题，那就是 Mix 3上作为旗舰机并没有集成屏下指纹，小米8都有屏下指纹了。
有的说法是由于厚度的问题，滑屏的结构导致并没有空间集成屏下指纹。但是我们对 Magic Air 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 Magic Air 从底部看起来好像是整个结构滑动啊，但其实也只是滑动屏幕，只不过是在屏幕下方预留了空间，将扬声器、振动马达等部分元器件集成在这个位置。通过拆解图我们看到 Magic Air 是通过屏幕的金属背板上挖孔，为屏下指纹留出了必要空间，也解决了屏下指纹增加厚度的问题。同时 Magic Air 的厚度相比 Max 3还要薄一些，所以 Max 3上没能加入屏下指纹，说是结构问题，这个可能性并不大。我们推测是由于研发周期太短、成本和利润的综合考量，最终让 Max 3选择了后置指纹。同时，由于 Max 3是整个屏幕进行滑动，这个结构对于 Type-C 接口还是有着一些影响的。虽然充电的时候很少玩游戏，不过这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而 Magic Air 通过和屏幕一起滑动，解决了 Type-C 接口可能会被遮挡的问题。我们也实测了一下各种不同的数据线，结果还是不错的。除了我们手里较粗的这个雷电线和一条魅族的线有所遮挡之外，其他品牌附赠的数据线都没什么太大问题。而大家对于滑盖结构非常担心的缝隙方面啊，考虑到生产过程中必须有的公差问题，缝隙或多或少肯定都是有的啊。毕竟结构摆在那儿，不可能做到完全严丝合缝。不过是否容易藏污纳垢，又是不是容易出现划伤的问题，还需要一些时间去验证。不过考虑到强大的淘宝，过段时间肯定会出现这两款手机前置摄像头的保护膜吧。OK， 屏幕方面，这两款手机规格出奇的一致，2340×1080分辨率的三星 Super AMOLED 的屏幕，403 PPI， 亮度方面差距也不大。Mix 3手动最高亮度370尼特，峰值最高亮度547尼特，而 Magic Air 手动最大398尼特，峰值亮度583尼特，表现都还不错。色域方面 ，Mix 3为100%的 P3 色域，而 Magic Air 108%的 P3 色域，表现也都行。这也算是三星目前外售屏幕中素质不错的了。性能和续航方面，在硬件中两款都是旗舰级产品，自然也不会落后。骁龙845、麒麟980都是目前安卓最强的 CPU 了。鱼露兔跑分上 ，Mix 3 28万 ，Magic Air 30万。Geekbench 4 Mix 3单核2389，多核8578，Magic Air 单核3381，多核1万出头。在综合跑分上，980略占上风。当然了，跑分有什么好看的？实际体验最重要。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中，非常意外 ，Magic Air 凭借103秒，成功的将大哥 Mate 20 Pro 踢下了第一的宝座。可怜的 Mate 20 Pro。这第一才做过了1级小白测评就被踢了下去了。不过我们也测试了一下1加 6T， 可惜这一次昔日的安卓速度第一也没能加冕。不过凭借111秒的优异成绩，也把 iPhone XS Max 踢出了前5，也很不错了啊。而 Max 3凭借120秒位列我们的数据库中排名第9。毕竟以往小米在20款应用的2轮测试环节呢，一向表现不佳，而 Max 3这一次进步也算不小吧。相比于小米8的143秒，提升已经很大了。GPU 方面，跑分还是要跑的，就是靠跑个分才能感觉好像大测评里面很有内容的样子。3D Mark OpenGL 跑分 Mix 3 4552，Magic Air 4200多 ，VK 模式下 Mix 3 3553，Magic Air 4341，都是前级水平，具体怎么样，自然要看游戏玩的爽不爽。OK， 又来了，骁龙845大战麒麟980，默认手动下刺激战场自然是没什么压力，破解画质下 Mix 3和 Magic Air 表现都非常出色，最低帧率也都没有低于50帧。当然了，我们的死亡测试方舟还是要来的。还是手动最高画质下 ，Mix 3表现一般，平均帧率21%，波动吧还行，但是相比1加 6T 的平均25帧还是差了一些，1加 6T 的整体波动也更平稳。而 Magic Air 嘛，毕竟还是麒麟980，兼容性上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和大哥 Mate 20 Pro 基本差不多，平均帧率只有5帧。当然了，这是在没有优化和适配的情况下，不能作数啊，等待解决了之后我们再测一下。而游戏发热环节，这两款手机的表现还都不错 ，Magic Air 43.7度 ，Mix 3 45.9度。不过考虑到入冬都这么久了，这点温度还是不够暖和的。看看人家 Nubia X 啊，看看人家这56度多么舒服，就算在大东北室外玩吃鸡都不怕手冷。我跟你讲，这才叫照顾用户体验，好评。续航方面，3小时续航测试中 ，Magic Air 表现出色，剩余电量65%，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排名第8。Mix 3的表现稍微差一些，剩余电量53%，排名中等偏下。充电环节 ，Magic Air 有大哥40瓦的快充支持啊，这个充满只需要55分钟，荣登我们数据库第2名。不过考虑到第3名 Mate 20 Pro 电池毕竟有4200毫安时，相比于 Magic Air 的3500毫安时要大了不少，所以总体而言 ，Magic Air 的充电效率上还是要稍微慢了一些。而 Mix 3的表现就一般了，充满耗时90分钟，虽然支持 QC 4+，但是官方只赠送了 QC 3的充电头，我们实测最高功率也就到了16瓦，自然要比 Magic Air 慢上了不少。相机方面，由于 Mix 3发布会上还是非常自豪的表示有大幅提升，甚至对标了 P20 Pro，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直接和 Mate 20 Pro 和 P20 Pro 又是一次国产旗舰大对比。首先来开一组风景照 ，P20 Pro 酒纹的德味又回来了，确实观感上要更加出众一些。Mix 3较高的饱和度观感也不错 ，Magic Air 的画面是最写实的，主要还是因为武汉久违的晴天却起了雾霾。
天空看起来有些灰蒙蒙的，但是在观感上确实不够出色。广角模式下 Magic 2表现还是非常给力的，整体观感上好了不少。不过相比于 Mate 20 Pro 还是稍微差些意思。室内场景下，这次 P20 Pro 居然又拍出了 AI 舞台模式下的效果，真的是太难得了。Magic 2这一次倒是饱和度拉得很高，但是过于鲜艳，没有 Mate 20 Pro 来的自然。Mix 3的灯光出现了泛白的问题，表现不佳。不过在花朵表现上 ，Mix 3确实好了不少，略微泛白的画面有一些日系的感觉，无论是颜色和细节观感很棒。而 Magic 2饱和度太高，有一些挂历画的感觉。在紫边的控制上，4款手机表现都非常出色，但是 Mix 3和 Magic 2眩光严重了不少，表现不佳。在夜景环境上，由于拍摄样张的时候下了点小雨啊，光下雨还不算，还来了点雾，着实增加了不少难度。全部的夜景模式下，第一组 Mix 3高光控制确实更加出色，能够明显看出字体的颜色，表现非常不错。但是高光控制出色的副作用就是暗处细节丢失严重，在楼层顶部已经快看不出来建筑的纹理了。同时，由于天气带一点雾气 ，Mix 3和 Magic 2画面的右下角出现了一些眩光的效果，尤其是 Magic 2比较严重，已经对观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Mate 20 Pro 和 P20 Pro 则表现出色，毕竟天气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又拍摄了一组大光比的场景。Mix 3依然是高光控制出色，是这4款手机中唯一能够看清霓虹灯颜色的手机，但是画面泛白不够通透，暗处细节也和之前的样张一样丢失严重。右下角的汽车轮已经看不出轮毂了。没想到翻车的是 P20 Pro， 这次表现也不出色，也快看不出轮毂了。极限光下 Mix 3的表现确实很稳，高光的控制依然出色，也是唯一能够看到栏杆细节的手机。但是画面涂抹感严重。Magic 2吧虽然拥有2400万的黑白辐射，但是这3颗摄像头加起来表现还不如 Mix。虽然亮度上比 Mix 3高了不少，但是涂抹感更加严重，细节丢失也非常严重，表现最差。大哥看来还是不舍得下放技术啊。人像环节，先来看一组老张开车的样张。Magic 2出了个非常神奇的失误，右上角有一块没有成功的被虚化，而是被保留了下来，完全不明白这个位置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其他方面嘛，从 Mate 20 Pro 的样张中，老张笑得最开心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老张最喜欢 Mate 20 Pro。下一组逆光场景 ，Magic 2依然是抠像上出了点问题，老张头顶的藤蔓明显出现了失误，看来 Magic 2的算法确实不够出色。而 Mate 20 Pro 虽然也识别出了人脸，但是依旧出现了欠曝的问题。Mix 3这次表现不错，尤其是脸上的痘痘得到了充分的还原，拍出了老张青春洋溢的感觉。总体而言，虽然 Mix 3相比于 P20 Pro 还是有些差距，但是相比于以往的小米手机，还是有着长足的进步，非常值得表扬。但是 Magic 2这边总体表现最差，长得和 P20 Pro 非常像的3颗摄像头与我们的预期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并没有发挥出3摄应该有的水准。我们也希望在后续的升级中，硬件既然有了，软件上面多给力优化一些。简单总结一下这2款滑盖手机 ，Mix 3或许是最不适合称之为 Mix 系列的手机了，既没有小米8探索版上的结构光，也没能加上屏下指纹，这些都让 Mix 3看起来不那么 Mix。作为曾经以探索为名的 Mix 系列，也变成了走量的迭代产品。我相信无论是大多数米粉还是我们啊，都是有一些失望的。如果把 Mix 3叫做小米8滑盖版，或者说小米8探索版，或许会更加合适一些。而 Magic 2这边作为荣耀真正的旗舰机，也不能算是走量系列吧，不过也没能符合我们的预期，尤其是在相机方面，看着这3个摄像头非常唬人，但着实让我们有些失望。毕竟作为华为阵营的强项，这个大哥还是要多少给点技术的嘛，要不小弟怎么活？但是综合其他方面 ，Magic 2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觉得这是一款被相机拖累的荣耀旗舰机。对于这2款手机，我们的购买建议是，如果你并不是特别注意拍照，对续航要求比较高，那么 Magic 2还是一款非常不错的选择的。无论是在游戏还是在实际的使用中呢，这款手机都还不错。但是如果你比较在意拍照，那么 Mix 3自然会更加合适一些。同样作为845的旗舰产品，在日常使用中跟 Magic 2拉开的差距也并不大。当然了，这2款手机最大的卖点呢，还都是这个减压滑盖的功能啊。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金门打主板的专业用户啊，这个发烧友，那我们自然是推荐这个 Mix 3了，弹滑的感觉更清脆、更舒服一些。而且我们最后再安了一下这个官方的贴膜，没有疏油层，让你玩的更舒服、更爽。OK， 这一期的这个滑盖全屏专题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个人觉得呢，虽然说是全屏时代的一个过渡产品，但是价格都不是特别贵，而且做了一些新的尝试，这个精神绝对值得肯定。OK， 这期视频就到这儿。除了视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大家扫码关注，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8点半我们在那儿和你语音聊科技。而且这个小白优品品质2商城3天物流退货，180天保修，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进入。大家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下一期1+6T 还有双屏的 Nubia X， 拜拜！收藏、点赞、投硬币。